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分享的是松山油脂的产品，但是我只会分享部分的产品，因为之前我有详细分享过了。主要这一次呢，想要公布我从日本代购的大豆神经酰胺这个系列的产品，在8月15号正式开卖咯。但是这次带的产品不多，因为我感觉好像留言没有很多人需要，已经知道它的好就一定会回购。等一下我会介绍这个系列为什么这么适合敏感肌使用，为什么我会重复一直购买，有一些成分会给你们分析一下。在影片的前面部分，先告诉你们怎么样去买到。我这次有买到补充装以及正装。数量也没有很多，卖完之后可能到明年吧。明年我去日本的时候也会再回购。先看一下大家的反应。其实，在台湾的 Thomas 药妆店是有他们的开价，我当初也是在开价买到他们的产品试用的。有仔细去看一下，就会知道他们的日期是比较近的，买回来大概1年到1年半左右就会到期。加上好像不是常常都会有齐全的货在买，所以我这次就决定直接自己代购。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的虾皮卖场直接购买就好了。8月15号那天开始，头2单呢会有购物礼，2个是不一样啊。第一个是松山油脂的柚子护手霜，这个日期很新的，也是这一次去日本购买回来的。顺便讲一下他们的日期是怎么看。你看后面它是有一个数字跟英文字嘛，大家看到吗？这边是写着501A， 5呢是代表2025年，01是代表1月，然后 A 呢 A 是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所以是01月1号。这个日期是他们的生产日期，使用日期是3年，2028年的1月才会到期，这个时间就比较新鲜一点的。我觉得在日本买的日期都比较新，都是今年才生产的，很少会看到去年的产品。在台湾卖到很多，可能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使用感是没有差别的，只是你要团货就要考虑日期部分，所以你会看到代购的价格不会比 Thomas 便宜， Thomas 卖的价格会比较低的。如果你马上会使用，你是可以直接去 Thomas 买，虾皮也有 Thomas 的官方网站，可以去逛一下。我是没关系的，我自己也会用，现在我都有用他们的产品，因为我觉得用他们的产品皮肤比较稳定。之前我是把他们的产品拿来当看门口，就是皮肤突然不稳定啊，有什么状况才会换他们的产品使用。但是前一段时间去日本那段时间，我一直都是用他们的化妆水啊、乳液以及他们的面霜整套一起使用。除了精华之外，精华我可能会换其他功能性比较强的。我这样搭配使用，皮肤是有史以来最稳定的，出国我都没有皮肤过敏的状况，非常的稳定。这个系列的产品我不能没有它，至少要用它的面霜。今年的夏天我也有用它的乳液，因为它的乳液不会跟底妆打架，比起面霜又来的清爽一些。这个乳液也是可以让你皮肤非常的稳定，也很适合妆前使用，当成打底。敏感肌化妆是很容易过敏的，但是如果前面有擦一些神经酰胺的产品，会稳定许多，你们可以试试看。我刚刚只讲了第一个购物礼是护手霜嘛，第二个是另外一个东西哦，也是从日本买回来的，是新品，就是这款蜜粉，这款蜜粉的1号色。这个蜜粉也有多种的神经酰胺的成分，也是很适合敏感肌的，没有香精的成分，它上到脸上是非常服帖的。我可以马上试给你们看，里面呢跟 Numbers B5 的蜜粉一样，都是有一个盖子，我喜欢这种设计。然后它里面也是网状的，所以它可以很均匀沾到蜜粉，超级细致的，它的蜜粉是超细致，是不是很不错？这个蜜粉沾的有点多，给你们看一下我补妆的效果，看。它的粉质超细的，直接补妆，有点油油的我的脸。好，效果不错吧？突然油焦了。那这个蜜粉呢，就是购物里的第2个，就看你们抽到哪一个。8月15号，第1个跟第2个的买松山油脂产品的朋友呢，就可以得到这个蜜粉跟这个
柚子护手霜，这款蜜粉用一般洗面乳可以卸掉哦，不用特地的卸妆。它里面有3种神经酰胺的成分以及玻尿酸的成分，另外还有维他命 E 跟植物固醇，还蛮温和的，效果也很好，很柔焦。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我会把相关的连结放到我的资讯栏上哦，你们可以点进去。这些产品都是现货，马上就可以收到，可以使用了。这个影片呢，我还会介绍一下松山油脂大豆系列的产品呢，有一些之前没分享过，我想要这一集顺便分享一下他们的洗面乳。我为什么没有推荐过？因为它的洗面乳它是用皂碱的成分，它的清洁力会比较强，没有那么适合敏感肌。不过它里面成分是没有添加人工香精、酒精、精油、PEG， 都还不错的。我用它一点点就可以起很多泡泡，洗得超级干净。我只能偶尔使用，或者是局部使用在我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粉刺比较多的地方，我可能会局部使用鼻子、下巴部分，但是我不能全脸用啊，全脸用真的会让我皮肤比较容易敏感不稳定的。敏感肌朋友们对于过度清洁也是会影响皮肤的稳定度的，所以清洁的产品也是要挑选，最好是用氨基酸的洗面乳。皂碱类的成分可能会更适合偏油肌肤，不是敏感肌的偏油肌肤可以用。如果你皮肤很油又是敏感肌，我会建议1周可以偶尔用个1-2次，少量使用或者是局部使用，其他的朋友们感兴趣也是可以使用的，还是很 OK 的。另外它是有一款卸妆凝胶的，它的卸妆凝胶里面有添加 PEG， 所以我没有购买也没有推荐，但其他成分也是不错的。通常添加了 PEG 成分的卸妆产品，卸妆效果都会特别好的，它是有帮助卸妆部分，会比较深沉一点。之前我有分享过化妆水，但是当初我是买了1款而已，其实它是有2款，长得一模一样，它这2款是不一样，一款是保湿滋润型，另外一款是清爽型的，它们的使用感是不同的。这个是清爽版，这个是保湿版，这个是滋润版的。我这次买了滋润版使用，之前我是用清爽版的，我觉得滋润版还蛮不错，有点像精华水的质地。这2款都是有流动性的，看起来也是差不多，可是使用在皮肤上是不一样。清爽版呢也是有保湿的感觉，它是水状，但是偏保湿度高的，而滋润版的化妆水它会有一种精华水的感觉，明显锁水能力比较强，比较滋润一点的，2款都蛮好用的。但是在台湾的话，可能清爽版已经很够用了，大部分人能够接受。2款成分都是差不多，没有人工香精、酒精、精油、PEG 添加，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状况，根据自己喜好去挑选，也可以2款都试试看。但是化妆水我没有买很多啊，我只有放清爽版的，滋润版我是没有放的。其实它的化妆水也是很好用，只是好用舒缓的化妆水还是很多嘛，所以我会尝试别的，给你们看那个精华水的上脸效果，我觉得蛮像保湿精华液，甚至我觉得用它的滋润版的化妆水，后面的精华你可以补上，直接用面霜或者是乳液，然后上防晒，这样子你就可以省掉一些保养程序，它的滋润锁水力还是不错的。相比它的精华，它的化妆水又会清爽一点点，可以做一些不同选择，毕竟它的精华液单价会比它的化妆水高一些，而它的精华液使用的速度也比较快。当然我觉得它精华液的修护效果还是好一点点，因为它浓缩度比较高，不过它的化妆水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推荐这个神经酰胺的系列？因为他们的神经酰胺有5种多种的神经酰胺，加上他们的成分比较简单，比较少一点的，也没有人工香精、酒精、精油、PEG 添加，还配合一些舒缓的成分，大豆发酵物、角鲨烷啊，还有一些玻尿酸的成分。另外他们的神经酰胺的添加量哦，我看它的成分列表的排列算是比较高一点的，他们的神经酰胺的成分排的比较前面一些，跟一般市面上你看到的神经酰胺的成分产品呢，你会看到通常排的非常的后面，要么他们的神经酰胺的种类比较少，可能只有1种，加上他们的整体成分又很简单，非常好，我也会长期使用。目前我也没有找到一款跟他们很接近的成分的产品呢。如果要
比较接近还不错的，可能是 B Lab 的神迹酰胺的晚霜，我觉得那款也是不错的，也可以买 B Lab 的，在虾皮就可以买到了。之前我有分享过的年度爱用那一集有分享过，大家可以回看一下。那另外有一款也是不错 Ceramax 的神经酰胺的面霜，这款面霜也是不错的。Ceramax 呢也是有神经酰胺的系列，灰色这个系列，我觉得它的洗面乳就做得很好，也是有5种的神经酰胺，同时它的清洁度比较温和，是氨基酸的洗面乳，特别适合当成早晨的洗面乳。它的洗面凝胶我是很推荐，很喜欢。在年度爱用的清洁产品我分享过，洗面乳部分呢就是 Ceramax 这一款做的比较好，但是其他产品的面霜跟精华我感觉还是马自亚妈他们的效果有比较厉害一点。可是如果你买不到马自亚妈，也可以买 Ceramax 这个灰色的神经酰胺系列，它们的成分也是不错，有一些益生菌的成分配合，一样都是没有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PEG 添加。其他的产品我都有分享过很多次，我就不重复介绍，成分都是类似，都有5种的神经酰胺成分以及大豆的成分，多种大豆的成分。好，接下来最后一个产品我要分享给你们，就是松山油脂新出的防晒。可能新出了一段时间吧，我是今年才看到它的，我看到它马上就购买了，它只有2个放到它的开架上面，2个我都买了。看成分是很棒的，这个防晒含5种的神经酰胺，而且它是纯物理性的防晒，非常的温和。这个防晒成分呢，大概只有30种左右，主要有成分添加了氧化锌以及2氧化钛的纯物理性防晒，另外有添加5种的神经酰胺，还有角鲨烷以及一些氨基酸的成分。成分里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啊，挤出来是白色的，抹开了也是有一点点泛白的效果。但是它非常好推，蛮保湿的，它是没有任何的香味。抹开你看到手背好像蛮服帖，还不错，也不会太白，对不对？但是抹到脸上，我觉得效果跟想象不一样。因为刚涂抹在脸部，我觉得蛮舒服，还不错的，很温和的物理防晒。可是呢，它停留在脸部时间久之后，跟皮肤的油脂混合在一起，开始就会出现一些不均匀的颜色，有一些防晒不是白白的嘛，它就会突然浮出来，这个就是它防晒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它的防晒也不太适合用来化妆之前打底，感觉它会突然浮上来。但是好处是蛮保湿的，它不会干，比较适合偏干皮肤使用。它的姐妹品牌北陆潮水的防晒也是有同样的问题，蛮相近的，它们使用感蛮相近的，只是成分会有点不一样，用起来是温和的。如果你是很脆弱，超级脆弱到不行的那种皮肤，那这款防晒就会很适合你，你可能会很喜欢哦，因为它也是适合敏感肌。这款防晒小朋友也可以使用，它超级的舒缓，很温和，很舒服的，我个人是喜欢，而且它没有很泛白，一点点而已，不是很夸张的那种，所以整体它的效果使用感是不错，只是它一整天过几个小时，它会有一点脱离你的皮肤，如果你要出去见人会有点尴尬，这个就是它最大的问题。不过如果你上完这个防晒再叠擦一些透明蜜粉，搞不好状况又会不一样。我下次试试看，可以叠擦 Nemazen 的1号蜜粉，我试完之后告诉你们啦。那这个防晒如果你能够接受它的问题，就可以买来试试看。它还有一个优点，一般的洗面乳就可以清洗干净了，非常容易卸掉的。这一次是没有防晒卖的，如果有人想要买的话，告诉我，我还有一支。本来我想要分享更多关于这个系列怎么使用，但是我觉得时间好像太长了，就到这里结束吧。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留言给我，我一定会回答你们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咯，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的虾皮卖场购买。好，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哦，还有别忘记分享、订阅、按响铃铛。我们下次见吧，拜拜。